今天我们来说精卫填海。本期视频，大脸怪将尽可能的将精卫填海之谜的各种推测进行解读，并将在后半部分开一个颇大的脑洞，试图解答神话背后的秘密。视频较长，敬请诸君耐心看到最后。最早关于精卫填海的神话记载来自于上古奇书《山海经》。《山海经》北次三经中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右北200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孝，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因于东海。从字面来看，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在发鸠之山上有一只叫做精卫的鸟，它有着非同寻常的来历。炎帝众多的女儿之中，有一位叫做女娃。有一天，女娃到东海中游玩时，不幸溺死于水中。死后的女娃化成了一只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爪子的神鸟。神鸟日复一日地从西山上衔来石子和树枝，投入东海之中，并发出精卫精卫的呼喊。于是精卫变成了这只神鸟的名字。这就是精卫填海神话的最初模样，情节简单，朴实而无华。此后，在先秦的古籍中就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个神话只言片语的记载。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和南朝梁人坊的《述异记》中才再次出现精卫填海较为详尽的记载。这两处记载虽然和《山海经》略有不同，但是主要人物情节都出入不大，可以明显看出是来自于后者的善变。具体内容我们在稍后会为大家详细介绍。也就是说，精卫填海是一则完完全全来自于《山海经》的上古神话。那么问题就来了，女娃死后为什么会变成神鸟精卫？她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勉力填海？这则久远神话的背后又可能隐藏了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古老朴实、简短无华的精卫填海神话究竟讲述了怎样一个远古的故事？至今仍旧迷雾重重。为了探寻这座体现华夏神话矢志不渝的执着信念，以及不屈不挠抗争精神的神话背后的真相，历代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推测。接下来，大脸怪就将把这些推测中比较有说服力的几则逐一和诸君分享，以期能更全面地了解这则神话中隐藏的细节。先来说第一个观点。我们都知道，炎帝是与遍尝百草的神农以及猎山氏所崇拜的火神相关联的，但在东汉重要的官方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中也说，其弟炎帝者，太阳也。既然炎帝是太阳神，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了精卫是太阳神之女的观点。上古神话中另一位与太阳有密切关系的大神是帝囧。山海经中说，羲和者，帝囧之妻，生10日，10个太阳居住在东海之外的扶桑神树上，被太阳鸟金乌背负，轮流出现在天空之中。上古的10日神话总是与太阳鸟金乌密切关联，这也早已被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印证。精卫的金字和金发音相近，而卫字和卫则元音相同。有人认为精卫可能是金乌的同音异著，而《山海经》中也的确说精卫其状如乌，于是观点认为精卫就是金乌。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太阳在升起之前都要在东海中的汤谷咸池中沐浴，那么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就可以解释为太阳某天在咸池中沐浴时被淹死，不能再升到天上，而作为太阳精魂的太阳鸟则从太阳中解脱而出，它就是精卫。那么问题就来了，精卫填海又该怎么去解释呢？这个观点最精彩的部分就来了。精卫所衔西山之木石，被认为是西方西王母所在的玉山上具有死而复生神力的不死之药。精卫衔着这些不死之药填海的目的是要复活被淹死在海中的太阳。不仅如此，这个观点的作者进一步认为太阳是商朝的象征，淹死的太阳是商朝覆灭的隐喻。精卫填海的努力不过是要恢复一种没落的太阳秩序，背后蕴含的则是商人复国的愿望。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推测，不仅能自圆其说，并相对完整地解释《山海经》中对神话的记载，还赋予这个古老神话生动的历史内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精卫填海神话是部族婚姻历史事实的产物，它可能记录的是炎帝之女远嫁后思亲的悲伤，是对女娃命运的形象写照，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亲历史事件的映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史记称炎帝衰而黄帝兴，炎帝创建统领的部落集团早于黄帝集团，炎帝曾与黄帝争夺天下部落的联盟首领。
炎帝为了与少昊部落集团联合抗击黄帝，采取了合金政策，把自己的小女儿远嫁于东海少昊部落集团，与少昊集团结为部落联盟，以抗击黄帝集团。这种观点是把女娃游于东海中的游字理解为游婚游嫁。1981年11月，专家们在连云港市灌园县北发现了大依山石棺墓，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少昊国遗址。而灌园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部毗邻现在的黄海，满足精卫填海的地理需要。而女娃死后之所以要变成精卫鸟，观点认为是源自少昊之国对于鸟的崇拜。《左传》中曾经记载，东夷后夷谭子在访问鲁国的时候，在酒宴之上讲述了一个接近神话故事的仙人历史。谭子说，他的祖先少昊曾建立过一个百鸟之国，征服并包容了分别以凤鸟、玄鸟、伯兆鸟、青鸟、丹鸟及五鸠、五雉、九户等鸟类为图腾的大小部落，并根据各部落首领势力大小和能力特点，分别授予不同权限和职能的官衔，共同管理大部族的政事。远嫁而来的炎帝女儿死在少昊部落，女娃回到娘家的夙愿就化作后代的精神追忆。后世子孙将祖辈的这种带有渊源色彩的情怀以神话的形式传承下来，创造出精卫填海的神话。除了这两种比较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种也颇为新颖，说精卫的原型是祈雨的女巫。上古时期炎帝部落遭受雨灾，女巫会以自焚或投水的方式祈雨，女娃溺海其实是一场止雨仪式，填海则是平息水患的象征。还有的说精卫是尸神，女娃游海，精卫填海都是农业祭礼中以死通神的攘灾仪式，本质是以先民以巫术控制洪水，保障农业的祈愿等等，不一而足。精卫填海神话历经数千年的流传，早已深入人心，但在岁月的磨砺下，它和许多久远的神话一样，渐渐改变了模样，失去了本来的面貌。接下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这则神话的大致演变历程，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揭开神话背后真正的秘密。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山海经》之后，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和南朝梁人坊的《述异记》中，才再次出现精卫填海较为详尽的记载。在较早的《博物志》中是这样记载这个神话的：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瑶往游于东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这则记载和《山海经》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有两处差异。博物志中将炎帝变成了赤帝，精卫的名字也从女娃变成了瑶。赤帝是炎帝的另一种称呼，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女娃变成了瑶，则可能是一个误传。《山海经·中次西经》在记载孤瑶山时说，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中的帝一般认为就是炎帝。原文大意说，炎帝的女儿死后被称为女尸，变成了瑶草。而这个瑶草又在后世的演变中变成了巫山的女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瑶姬。襄阳奇救传中就曾说到，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所以博物志很显然是将精卫与同为炎帝女儿的瑶姬相混淆。而关于瑶姬的更多故事，大脸怪以后将制作内容为诸君单独介绍。在稍晚人坊的《述异记》中，这则神话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异变，其中出现了精卫和海燕相配生下后代的世俗情节，并说生出了雌鸟像精卫，生出了雄鸟长得像海燕。此外，首次出现了精卫发誓不饮东海水的誓鸟记载，而这也成为了精卫神话中矢志不渝、执着精神的渊薮。此后的千余年中，精卫神话并没有产生新的内容，但是在以陶渊明为发端，韩愈、李白、岑参、王安石、徐光启等历代重要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不断颂扬之下，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个代表着矢志不渝的执着信念以及不屈不挠抗争精神的神话。但是到了清代时，这个早已深入人心的神话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奏。清顺治8年，也就是公元1651年的顺治年重修《灵丘妙记》中说，闻之三圣，神农炎帝之女也。余常搜览史册，有逆东海化精卫之一事，当时疑为异闻。今观其山名，访诸父老，使之侧史之言不污，庙中主神乃炎帝之女精卫。其中提到灵丘庙中的主神就是精卫，精卫神鸟摇身一变，成为了被世俗供奉的庙神。所谓灵丘庙，位于山西长子县石哲镇房头村发鸠山脚下，最初名为全神庙或三圣公主庙。
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夏天天旱无雨，于是四方百姓只好到卓漳河的源头发鸠山祈雨。没想到不到2日，竟果真天降甘霖。宋徽宗赵佶得知此事后，敕封山祠为灵丘庙。庙宇中供奉着3位神女塑像，旁边有侍女站立，手中托举着白鸠。民间俗称其为三圣公主，是羊头山神的女儿，也是涨水之神。传说当涨水要上涨时，白鸠就会预先显现，使百姓察觉而提前防备水患。而所谓的羊头山神指的就是炎帝。因为这则祈雨成功的历史故事中有很多注于地点发生于发鸠山，庙神是炎帝的女儿等元素，与远古的精卫神话高度契合，所以这个原本是涨水之神的三圣公主又被与女娲合体，成了精卫神话在晋古的一次变奏。山海经中记载了远古山民如今依然真实存在的，以省区来计算分布数量的话，山西应该是为数最多的一个，而精卫神话中的发鸠山就是其中之一。发鸠山主峰海拔1600多米，又名鹿谷山、发包山、方山，位于高平与长子交界处，陆安府志、水经、淮南子等古籍上都有关于发鸠之山的记载。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更是明确说道，今在上党郡长子县西，可见就是如今山西长子县城西约25公里处的这座发鸠山。发鸠山西山脚下是卓漳河南源发源地，与《山海经》中发鸠山有涨水出焉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如今的这座发鸠山就是精卫神话中所记载的那座。《山海经》诚不我欺。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发鸠山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精卫填海这个远古的神话传说是否有可能也是遥远过去的真实事件呢？接下来大脸怪将结合已知的记载来开一个脑洞，试图揭开精卫填海背后的秘密。那么就让我们穿越时光，探寻数千年甚至更早以前究竟可能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公元前3000到5000年存在于华夏中原大地的仰韶文化，一般被认为是神农氏华族集团所创造的。从1921年首次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以来，以粟为主的农作物遗存被大量发现，其数量之巨足以证明那是一个富足而兴盛的农耕时代。在历史记载中，神农还有另一个称谓，那就是炎帝。也就是说，假如《山海经》中精卫填海记载不谬的话，这则神话发生的时间最有可能就是仰韶文化时期。而在那个时期发生过一个对人类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约6000到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文化的中期，正值全新世大暖期，因为全球气候温暖，导致海平面显著上升，以致中国东部沿海发生了大规模海侵灾害。所谓海侵，是指在相对短的地史时期内，因海平面上升或陆地相对下沉，导致海岸线向陆地方向推进，海水侵入陆地的地质现象。简而言之，就是陆地面积缩小，海洋面积扩大的过程。第一海侵的年代约为距今8700到6000年，属于全新世中期冰厚期，彼时海面迅速上升。大约在距今8500年前后，东部沿海包括现在的渤海、黄海和东海开始发现大规模海侵。在距今7000年前后，海侵达到顶峰，存在于浙江杭州湾南部的跨湖桥文化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消失的。此后海面波动下降，海岸线开始后退，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海岸线基本稳定，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逐渐东移。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海面继续趋于稳定，构成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海岸线。也就是说，仰韶文化所在的时期几乎覆盖了从海侵达到顶峰直至海侵消退的完整过程。古人所谓的东海，包括今天的渤海、黄海和东海北部海岸线，经历了向西收缩，然后又向东延伸，最后趋于稳定的过程。我们再回到《山海经》中对精卫神话的记载，北山经中的原文说，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阴于东海。大家注意，原文里用了一个阴字，把这个阴字拆开，是一个土字加一个阴字。这个阴字本意上是江河的源头，那么旁边加上一个土字，就是把土堆在源头上，把水堵起来的意思。所以精卫很可能不是要填海，而是要把海水堵住，不让海水流进来。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海水不断向西侵蚀，海岸线西移，吞没了东部沿海先民们世代居住的土地，精卫想要堵住海水，保卫家园。而这背后是先民们为了生存和大自然进行不屈抗争的映射。
那么问题又来了，仰韶部落炎帝的女儿为什么会溺亡于东海呢？在这个问题上，大脸怪认可炎帝将女儿远嫁东夷少昊部族以达到结盟的说法。虽然历史文献中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记载，但从很多古籍中的蛛丝马迹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在涿鹿之战前，炎黄联盟的最后一个对手就是蚩尤部族，而蚩尤部族作为东夷中实力强大的九黎部族，与继承太昊正统的东夷少昊集团很可能关系不睦。那么这就让炎帝与少昊和亲结盟存在合理性。《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如帝颛顼于此，弃其秦色。五帝之一的颛顼作为皇帝的孙子，都曾被寄养于少昊集团，类似于后世的质子，那么炎帝和少昊的联姻也就合情合理了。女娲远嫁东夷的少昊居住在毗邻东海的土地上，数千年来不间断的海侵吞噬了他们的家园，有可能女娲在这期间由于意外死于溺亡，也有可能是她所在的部族因为海侵而消亡。不论如何，可怜的女娲一直被炎帝部族所深深的怀念。由于少昊是崇拜鸟的部族，死后的女娲也被幻化成鸟来被人们所纪念，而一种真实鸟类的存在，完美的成为了这最后一块拼图，让这则神话的叙事逻辑成为一个完整的闭环。白额雁是一种大型迁徙性雁类，它们的身体主要呈现黑色，身上有大量的斑纹，它额头和喙部之间有一圈宽白斑，远远看去仿佛是白色的鸟喙。脚蹼则是鲜艳的橙红色，与《山海经》中精卫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的记载不能说相似，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作为一种候鸟，白额雁在每年9月到11月之间，都会以冬候鸟的身份从北极台原带飞越几千公里，迁徙到国内一些温暖地区，如长江下游一带越冬。而精卫神话中发鸠山所在的山西，以及东海所在的渤海，都是他们迁徙途中的必经之地。更奇妙的是，白额雁有叼衔树枝和石子的习惯。淮南子·修物训中说：“夫雁顺风以爱气，衔芦而翔，以备增歌。”大意是说，大雁顺着风向飞行来节省体力，嘴里衔着芦苇飞翔，用来防备猎人的射杀。还有的观点认为，白额雁之所以衔着芦苇，是为了在跨海飞翔疲倦时，将所衔树枝浮在海面上，从而可以栖伏在树枝之上暂作休息。白额雁还时常从空中抛落所叼衔的树枝和石子，正如李白的《明雁行》诗中所说：“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尾羽朝渡关。依衔芦枝，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皆意往复还。”在古人眼中，雁衔树枝和芦苇等东西是用来临时休息和躲避伤害的，并且在飞行途中随时可能会高空抛物，将树枝石子抛落。毫无疑问，这种习性有极大的可能同样被仰韶时期的先民所看到并记录下来，并融汇进精卫填海的故事中，成为神话最后也最重要的那块拼图。也就是说，精卫填海的故事很可能是以仰韶文化时期的海侵为背景，以怀念炎帝远嫁的女儿女娲之死为发轫，将白额雁衔树枝迁徙的自然现象作为载体所创造的一个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神话传说。精卫神话是华夏先民对抗自然的呐喊以及生存环境变化的映射。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海侵等自然灾害频发，先民们既敬畏自然又渴望抗争。女娲化成精卫神鸟堵塞海水的故事，虽然在后世的演变过程中稍有变奏，但是却并未失去其最初的淳朴情感，其中既有对炎帝之女的深深怀念，又饱含矢志不渝的执着信念，以及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正是这种复杂情感的集中表达，也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最初写照，是先民们留下众多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在华夏上古神话的壮丽诗篇中熠熠生辉，经久而不衰。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下期再见。